前不久，美国太空军司令正式承认正在研制太空定向能武器。美国宣称这种武器能够摧毁卫星和拦截弹道导弹，那么对我国的威胁有多大呢？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就在去年，美国特朗普总统临下台时，正式签署了2020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宣布成立了美国第6个军种，也就是太空军，旨在夺取战争的主动权，并且协助美海空军作战，从空中有效打击对手的设施。而就在前段时间，美国一直都在指责中俄正在发展反卫星武器，结果就在前2天，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下设的网络创新技术和信息系统小组委员会主席吉姆·兰戈文询问美国太空军司令，称美国在定向能系统方面是否有足够的研究，能让其成为一种有效的太空支配能力时，美太空军司令则回复道：是的，我们有。看到这个消息，虎哥也就只能说，美国这是经典的双标怪了。前脚还在指责中俄发展反卫星武器，结果后脚美军自己就承认了正在研发太空定向能武器，这做法就属于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这种太空定向能武器其实说白了就是一种部署在地球轨道上的激光炮，主要作用就是用来摧毁敌方的卫星或者是拦截对方的弹道导弹。实际上，自从我国的各种反舰弹道导弹以及高超音速导弹服役之后，美军就一直在头疼该怎样防御这些机动性强、速度又快还打得特别准的导弹。别看现在美军的反导系统特别多，比如说标准3、萨德等反导系统，但是在面对高超音速导弹的时候普遍都不太好使。而太空定向能武器就是目前美军在研究的其中一个技术路线。那么这种太空定向能武器真的能够对我国的高超音速导弹或者弹道导弹形成很大的威胁吗？首先我们先说结论，确实是有威胁。实际上早在冷战时期，美苏双方就在研究怎样用天基激光炮来拦截对方发射过来的弹道导弹了。当时的美苏双方都尝试过在地球轨道部署激光炮的项目，比如说苏联的西徐亚5式天基激光炮，美国的天基激光炮台项目，计划在近地轨道部署12到24门激光炮。不过要么是由于技术受限，要么是太过于烧钱，美苏的尝试都失败了。不过技术发展到今天，美国确实是能够以能接受的成本下搞出可用的天基定向能武器。但是要知道，现在不单单是天基定向能武器相关的技术在发展，反卫星的技术同样在发展。在冷战时期，太空激光炮台由于美苏双方都没有太靠谱的反卫星技术，本身的安全性还是比较有保障的。但是现在可不一样了，在拥有真正的反卫星技术的国家眼中，太空中的卫星本身其实是非常脆弱的。而这种太空定向能武器说白了其实也是一颗卫星，其本身的机动性也就是变个轨，想要将其打下来不是太难的事情。别的不说，就拿中国举例，想要摧毁这么个太空激光炮台，手段就不止一种。就比如说激光武器，我国完全可以在地面部署陆基大功率激光炮，等到卫星飞到射界内，直接敞开烧就完事了。另一种手段就是依靠反卫星导弹了。最近这10多年来，已知的我国就已经至少进行了6次反卫星试验，这其中被摧毁的卫星轨道高度都不相同，有近地轨道，有中轨道，甚至还有地球同步轨道这种 3.6 万公里高度的反卫星测试。也就是说，不管美军想要将天基定向能武器部署在多高的地球轨道上，我们都有办法将其摧毁。总而言之，尽管这种天基定向能武器能够对我国的卫星或者弹道导弹产生比较大的威胁，但是由于天基武器平台本身的生存性能，对于拥有反卫星技术的中俄这种国家来说太过于脆弱，因此实际上能够产生的威胁还是有限的。如果美军真敢用天基武器攻击我们的卫星或者弹道导弹，
那就别怪我们下手清理太空垃圾了。当然了，拥有反卫星能力的国家，全世界掰着手指头数也就中美俄3家，对我们的威胁有限。但是对于一些拥有卫星和弹道导弹的其他国家来说，那就不一样了。